猎狗为什么对掏钢情有独钟？它的战斗力有多强？人类能否驯化猎狗？在非洲大草原上，动物们为了生存，手段更是千奇百怪。就比如猎狗，它们就非常喜欢攻击动物的肛门。那么为什么猎狗会对肛门情有独钟呢？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种动物。不了解的人，刚听到猎狗这个名字，就会下意识地归到犬科动物中。其实猎狗的头骨和牙齿更接近猫科动物，当然为了更好地区分它们，就设立了独属于它们的猎狗科。猎狗是非常凶残的动物，如果在非洲碰上落单的狮子，它们也会毫不犹豫上前一战，最后狮子只能灰溜溜地逃跑。而猎狗之所以这么勇，主要跟它们的习性有关。猎狗家族是群居性的动物，通常一个猎狗群会有10只以上的成员组成，由雌性担当领袖。这主要是因为雌性的体型比雄性的猎狗要大，最重的达到了80公斤，战斗力也要比雄性强。当我们看到一群猎狗走来的时候，往往被簇拥在中间，大只的都是雌性猎狗了。猎狗吃的食物很杂，像是一些动物的尸体，它们也不嫌弃，连同伴的尸体都不放过。由于食性相同，很多时候猎狗会仗着自己数量多，欺负各种动物，比如抢狮子、豹子的食物。猎狗拥有超强的咬合力，吃肉的时候连骨头也不放过，只需要片刻就能毁尸灭迹，饿了3天都没有它们快。在自然界也被亲切地称为清道夫。从外观来看，猎狗最具有特点的就是那2对招风耳，它们的听觉能力很强，几公里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们的耳朵，这也帮助到它们更好的捕食。而猎狗在捕食猎物的时候，不讲武德的事情干得太多了，导致它们在动物界的名声很差。最著名的就是它们的掏肛神技了。之所以喜欢掏肛，主要也跟它们的智商有关。一般被它们锁定的猎物，基本上是逃不掉的。猎狗群会将猎物团团围住，采取车轮战的方式，将猎物的体能耗尽，最后大快朵颐的进食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猎食方式更高效。其次就是它们自身也是有短板的，比如跳跃能力就很差劲，所以在遇到大型的动物时，只能依靠撕咬来捕食。但是碰到那种皮很厚的动物，它们的撕咬能力又会显得很弱势，像是水牛、羚羊这类动物，猎狗又很容易被它们头上坚硬的角误伤。因此它们聪明的脑瓜就注意到了动物们脆弱的肛门了。由于肛门区域经常排泄，周边很少会生长毛发，基本上也没有哪个动物的肛门还自带武器了。这也是为什么猎狗会攻击动物的肛门了。当猎狗在咬住猎物的肛门之后，基本上不会松嘴，最后猎物的肠子等内脏组织被咬坏，最终失去行动的能力，最终凉掉。那么人类能驯化猎狗吗？其实人类很早以前就有驯化过狼。人类驯化狼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在野外捕捉狼群，成年狼被做成皮毛，它们的崽子被带回去和家中的牲畜一起饲养。幼崽成年以后，如果性情凶猛就宰了，温顺的留下，一代一代繁衍，最后彻底失去野性，就有了今天的狗子。不过据现有的研究表明，狼是自愿被驯化的，毕竟跟着人类有吃有喝，还不用自己捕猎。而驯化猎狗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在非洲北部地区，那里的人还真的把猎狗当宠物养。猎狗在人工环境下繁衍的下一代，磨灭了自己的野性。当地人将自己的手指放进幼年猎狗嘴里，发现它们并不会去咬伤人类。由此可见，猎狗也是可以被驯化的。不过毕竟是肉食动物，它们的咬合力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安全起见，当地人会将猎狗的嘴巴罩住，然后拿铁链将猎狗拴住，平时带着它们逛街或者参加什么活动。那么狮子、老虎能被人类驯化吗？想要驯化动物也是有条件的。狮子和老虎这样大型的猛兽很难驯化。狮子和老虎作为百兽之王，它们想要得到食物是轻而易举的，所以它们不需要依附人类。其次，它们对肉类的需求量大，如果圈养它们，我们可能无法供应这样多的食物，所以说并不划算。而且狮子和老虎很难近身，捕捉它们危险因素也很大，所以人类并不会选择驯化它们。而且在自然界中，每个动物都有自己存在的意义，都驯化了，对生态链也会造成影响。人类还是要和大自然和谐共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。